您好，这是静姐说花。又收获一颗严重缺水的蝴蝶兰，怎么抢救它呢？打算用它来尝试一个新方法。之所以要尝试新方法是有原因的，这些原因呢，等会儿我一个一个来讲。那说到新方法，肯定有旧方法，之前用过的那个旧的方法也是很好，但今天要说的这个方法呢，会更省事儿。如果能再增加一样东西，这个方法冬天也适用。通常来说，拿到一颗有问题的蝴蝶兰，第一件事情是先看一看，看看大致上是什么问题。这颗呢，虽然叶片上也有几个黑点儿，但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水，所以抢救它的策略就很简单了，补水。第二件事情，看一下植株目前的状况。这棵虽然有很多干坏的根儿和皱皱的叶子，但它也有好根儿，尤其是还有新根儿，这种情况就好办了，可以通过它的根儿补水。虽然今天我是打算介绍一个新的方法，但不得不说，这棵的状况按照上次的那个方法来抢救，完全可以。唯一的问题是可能不会像上次那么快，因为这会儿温度不够高。这就是我打算尝试今天这个新方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几乎没有根儿的，今天的方法会更好。这就是想尝试今天这个方法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后面会说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，也算是原因吧。方法确定之后，我们就开始行动。第一步，修根，把干掉的根剪掉。如果接下来的抢救方法是用上次的方法，或者是今天这个方法，修剪掉已经不能工作的根是必要的。但如果直接去盆栽，这些根可以不用修，因为留着这些干掉的根，装植料的时候，它们一定会挡到一些植料，装的就不会很多，盆里面会比较疏松，大致类似于添加一个什么水果网啊之类的，直接用这些根形成一个网来制造一些空隙。当然，即便是上盆修剪掉这些根也是可以。之所以说到直接上盆，是因为这棵当下的状态可以这么做，直接埋到植料里上盆，然后好好养它，慢慢也能恢复。但如果到医院去看看，住个院呢，可能会恢复得更快一些。恢复好了之后再上盆。根清理完之后，花梗也要去掉，因为它现在的身体状况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恢复自身的健康，而不是去开花，所以把花梗去掉。叶子上的黑斑已经干了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，可以不用管它。都处理完之后，下一步泡水。如果能有个大桶，可以把整个植株都泡到水里，让根和叶都泡一会儿，不用太久，1个小时左右就行。但没有大桶也无妨，可以让根和叶都冲水，然后主要去泡根。我是找来这个盒子，让根和叶都在这儿湿了湿，然后盖上盖子，给它制造一个高湿的小环境。盖子上有2个透气孔，暂时先把这2个窗户都关上。大约焖几个小时之后，我会把窗户打开。在接下来的抢救的日子当中，这棵就会住在这儿，上面的2个透气孔呢会保持开放。盒子里面的水不会装这么多，而且盒子里头我还加了一个东西。加了一个什么呢？我们等会儿再说。我们先来说我掰下来的这个花梗。花梗还绿着，有3个休眠芽，我决定在其中2个休眠芽上抹催芽剂。留在植株的那一节花梗上也有休眠芽，但不会抹催芽剂。抹好催芽剂的花梗，我会一并放在这个盒子里，也就是让这个花梗处在一个高湿的环境当中。您可能已经猜到了，顺便育个苗，长了呢就是个惊喜，不长也无妨。
这次之所以想到用这个盒子，是因为这个盒子里正在抢救着2个高芽儿和一片有一搭没一搭的叶子。这片叶子的来历可以去看25016那一期，这2个高芽的前世可以去看看25009和25010。所以前面的事情我们就不说了，我们只说后面的事儿。看到这个根儿吗？长根尖儿了，叶心里也开始出小叶子了，说明对高芽的抢救初见成效。这2个高芽和那片叶子呢，就是在这个盒子里，我给它们制造了一个高湿的环境。刚开始发现这2个高芽在高湿的环境当中不生长，后来想了一下，可能因为我现在已经是秋季了嘛，温度不够高了，只有湿度没有温度，当然也是不行的。所以呢，我就给它们加热了，在盒子下面垫了这个育苗专用加热垫儿。放到这儿没几天，奇迹发生了，果然开始生长了。而且没想到的是，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好处，自动的制造出了蒸馏水儿。看到盖子上这些水了吗？都是蒸馏水啊。打开盖子稍微一倾斜，哗哗的就流下来了。还记得吧？蝴蝶兰喜欢软水，蒸馏水妥妥的就是软水啊，所以滴一些蒸馏水到高芽的盒里，让它们尽情的享受一下。倒进去的是自来水，得到了蒸馏水，一举两得。受到这个的启发，想到了今天的这个抢救方法。今天的抢救方法一，用一个大盒子制造湿润的小环境。这一点倒是不新鲜，以前有说过大盒子法嘛。二，大盒子里面再放小盒子。放这小盒子的目的是把大盒子里面装的自来水和植株分开，那些自来水只提供湿气，而植株使用蒸发得到的蒸馏水。这一步呢，对于那小小的高芽比较好办，这么大的一颗植株怎么弄呢？这也难不倒。找了一个塑料浅盘，剪吧剪吧放进去了。对了，现在看到的植株的样子是在这个盒子里待了1天之后，也就是第2天，根儿已经胖起来了，但叶子还都是皱的。抹了催芽剂的高芽似乎有些许的萌动吧。第3，加热。如果环境温度不够高，可以使用育苗加热垫。加热垫我是网购的，秋冬春3季可以考虑使用，夏季应该就不需要了。不使用加热垫呢，应该不太容易得到蒸馏水，不过没有蒸馏水其实也没关系，只是说如果能够使用蒸馏水会更好一些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正值夏季，遇到像今天这种干坏的大蝴蝶兰，用上次的那个方法抢救就非常方便，可以不用像今天这种大盒子。用这种大盒子法呢，在家养环境下需要注意的一点是，既要高湿还要透气。方法到这儿就介绍完了，不过视频暂时留着不发，过1个星期等一个结果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发生了什么呢？意料之中的事情，皱巴巴的叶子舒展了不少，关键是叶心里还出了一片新的叶子，但有斑点的这片叶子的叶尖黄了，是干巴巴的黄，这个倒没什么问题，最多日后掉了就是了。下方的2片老叶子虽然缓解了一点，但依然是皱皱的，估计这2片就不会恢复得太好了。因为植株已经开始长新叶，所以它的策略可能就是老叶子能够供养长新的叶子就好了，工程之后就可以身退了。冒了一个新的根尖儿，但之前有一个漂亮的水晶头的那个新根变得没有之前好了，其他的那些根
第1天泡过水之后就基本上胖起来了，这7天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掰下来的这个老花梗，可以看到抹了催芽剂的休眠芽呢发育了一点点，开过花的上半截呢也黄了。那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，首先这个方法可行，但需要改进。需要改的就是我加进来的这个塑料盘，这个盘过于大，导致可以蒸发的水的面积过于小。这个不难理解，但当时疏忽了。应该像这个一样，里面塑料盘小一点，可以蒸发的水的面积大一点。这样一方面小环境的湿度会更高一些，另外一个方面呢，蒸发出来的蒸馏水更多一点，比较够用。现在这些小盒子的底部，我会薄薄的滴上一些蒸馏水，这些根儿呢能够接触到一点水，大致可以认为有点水培的意思，只是水比较少而已。在高湿的环境下，浅浅的水培效果看起来不错。其次呢，如果有根儿，环境温度适合生长，直接泡根是不错的选择。但要求大约1个星期的时间，比较有空，每天泡水，每天晾根。但如果没空，或者环境温度比较低，又或者完全没有根儿，大盒子法更好。如果是温度比较低，再配合加热垫，效果更好。如果环境温度适合生长，自己的时间呢也还行，可以2种方法配合起来使用。就是泡根和大盒子，看自己的时间，2个方法呢轮流用。有空嘛就拿出来泡泡水，没空嘛就关在大盒子里，效果可能会更好。再接下来我就准备这么做，它不是已经开始生长了吗？我会隔一段时间给它泡一些肥水，平时呢在大盒子里休息，大概再过1周吧，我就会把它重新种植到盆里去了，不需要再住 ICU 了。其实这会儿再种到盆里已经可以了，只是我想再多观察1个星期。这1个星期如果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，我会再发视频，但估计不太会了。如果没有再见到后续，那就是一切都在意料之中。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喽。